这台机器是我们第一代的2.0的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我们做了有5年了啊，一直属于在市面上就是一个比较销量比较好的款式。然后呢，它的一些特点哈，我大概说一下。首先哈，这台机器是焊接的水箱，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全部都是304的厚度也是市面上比较1.2的一个厚度。然后这个里面看到有加密的滤网啊，然后不锈钢的碗架。可以看到这里面机器打开，这是加密的小滤网，里面有排水杆，还有水泵的滤网它都是用来做隔渣的。这一款是洗涤水箱，这里是调洗水箱，分别是循环水和干净的水。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我们的设备有大臂、小臂、上下喷淋，360度旋转，然后呢，它可以使得我们的碗在推进去的情况下360度清洗，然后大的压力下，然后回收到这个主洗的洗涤水箱里面节省用水。然后喷淋小臂使用的是80度以上的高温水，然后做清洁处理。然后现在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来使用。把不锈钢的碗架放好，扣住，然后把你的碗筐推进来。可以看到面板有5个实体按键，然后2排分别有4个指示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按键的功能这个是电源按键，是用来启停的。然后中间这个是设置的按键有一些参数的调整。然后这个是档位按键，就是根据你的碗碟的一个脏污的程度选择档位我们机器自带有3个档位，60、90、1203个档位。我们一般出厂会默认是90档90秒的时间是中等档位清洗。然后分别每个灯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是电源灯，当你一通电之后，这个灯是常亮的。运行灯就是盖子合下来之后，开始洗涤的时候它会常亮。然后有一个加热指示和进水指示，是分别机器在加热和进水的过程中它常亮。然后这边3个档位灯加一个报警灯，当机器处于一些就是有一些警示提示的时候它会常亮我们先操作一下，把碗推进去之后，上盖合上。机器会自动开始清洗，你可以看到运行灯在常亮倒计时，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做的演示是在60秒的档位下清洗了一个碗碟可以看到这是清洗完成。我们60秒的档位里面分成了2个步骤，第一个是洗涤，第二个是漂洗。那么这60秒的档位里面有45秒的时间是做洗涤，中间停顿5秒之后做10秒的清洁工作。可以看到这个倒计时是从60一直到00，然后恢复成60秒的时候，它机器会有声音报警可以听到滴滴的响声提示你然后你把那个上盖打开把碗推出去这就算一次完成的一个清洗工作。然后这里会上面有显示成主洗的温度和漂洗的温度，一般我们建议主洗的温度超过55度，漂洗的温度超过75度的时候开始清洗。只要你看见这个机器它的温度合适了，你就可以清洗了。当然，本身机器它是不看温度的，就是你只要水位到，你想洗，你随时可以洗。但是我们会建议温度达到，会保持你的清洗效果。当你这个碗推出去之后，你这边放好的碗，你可以接着一直不停的洗一直不停洗。机器配套的会有节碟台和污碟台这个是污碟台，是用来清洁前预洗的，就是当你的碗收拾来之后，有一些饭渣，然后通过这个水龙头把它清洁干净，放入这个碗筐放在这里，这就是准备工作做好了。然后把你的碗推进去然后上盖儿关上，它开始清洗。
好，清洗完成后，推出去。好，这就完成了一次。机器通电之后，显示屏的状态是横线加一个电源指示灯。当你开机后，机器会自动进水，自动进水之后会加热。当温度加热到我们的设定之后，它会通过机器内部的水泵，给它自动补水到主洗水箱。整个过程大概是20分钟左右。所以说，一般我们会建议用户提前20分钟开机预热，然后达到它的温度和水位，然后就可以开始清洗了。然后正常你使用完之后呢，这个水槽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就是食物的残渣，它会通过这个滤网把它隔住。一般清洗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滤网里面的食物残渣给它倒掉啊。这个要倒掉的。然后当你每天可能使用了一次之后呢，你需要把这个机器里面的脏水需要排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操作？就是你把这个滤网里面拿开，拿到这个水池里面清洁，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排水的杆子，你需要去戴着手套啊，我们一般会建议戴手套。把这个杆子拿出来，它的水就会排下去了哈。这个是手动排水的。排完了之后，我们一般会有一个高压的水枪会稍微冲一下，清洁一下水内部。然后您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一个浮球，这个浮球呢，它因为会直接跟脏水接触，时间一长的话呢，会有一些油污哈。我们一般会建议每天都做清洁处理，拿那个抹布把它擦干净啊。然后内部也是一样的，用水冲洗，高压水枪冲洗之后，我们用抹布擦干。当温度达到你的设定的时候小泵会往里自动补水，以达到主洗的水位。这是一个就是重复的一个过程，每一次达到设定，它会补水，然后再加热到设定，再补水。大概2.0的设备一般会有4次会自动补水补4次。在补水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看见这个灯亮着，你说为什么它不洗可能客户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疑问，就觉得好像这个机器怎么没有工作？但是当你看到这里有进水灯的时候，就表示它应该是在补水的过程中，还不能洗机器我们现在配的有220伏的电压，还有380伏的电压在不同的电压下面会有不同的功率220伏我们配的是有7000瓦和9000瓦，380伏我们会建议9000瓦9000瓦往上。好，然后目前机器配套出厂的有一个不锈钢的碗架，2个塑料的网框，分别是64针和25的平框那个25针和平框，就是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任选2款给你配套出货然后带的有进水管和出水管，还有一个前置的滤水器机器呢，它配套的有我们厂家配套的有一个污碟台，有一个节碟台因为这个是我们根据机器的高度还有配套的那个结构定制的。所以说一般我们会建议你选用我们的工作台，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当然可以用自己，但是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翻边勾住的它会在使用上面会更贴合它会防止漏水但你可以用自己的。像你的备用的网框一般机器配套会需要到3个左右你有配套的网框的话，就收纳在这个工作台下面就可以了。这台机器我们是整机都是304的，然后本身是过了认证的，是有 CE 的认证报告，还有质检报告的，然后还有做就是出来的一些 ROS， 就是那个微生物都有做都有报告1150。机器本身的宽度是730，然后节点台是750，整体的宽度是800，这里是1410，然后打上去之后1830这个长度这个高度是400。
揭盖高度是400，带着有玻璃的啊，我们同时还有不带玻璃的啊，不透窗的款，这个我们叫透窗的啊，还有不透窗的。然后另外一个关于这个里面的这个滤网，我们还会有带热回收的款式，就是它会有3个水箱啊，这是其他的一些款式。整台机器哈，我们都是304的材质，然后您可以看到整台机器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小巧的啊，然后整体的水量水的体积，在它现有的体积上面，我们是做的比市面上要大一点啊。主洗的水箱我们是有28升啊，最少28升水，然后到它的溢水口的话可以到35升，然后调洗的水箱我们是有20升的啊，相对于市面上来讲，我们会比其他的水箱要大一点，它的用水量还有包括温度会更要稳定一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我们的结构哈，它是一个拉杆上下，然后这个结构呢，我们是做了处理，它是非常轻便的，就是你在手的时候，女孩子操作啊，你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轻巧啊，它的这个结构上的优势是很突出的啊。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弹簧啊，后面这个弹簧我们用的是不锈钢的弹簧，这个弹簧呢，它可以就是在维修方面啊，它是很轻便的，因为它不需要说就是一定要有什么工具或者什么的啊，它来做这个，它是非常的更换哈，非常方便。在待机的状态下啊，你双击啊，它是可以启动机器里面自身的小泵的，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有时候你机器在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它好像不洗了或者怎么的，我们可以通过2个按键，来判断，我们的水泵啊能不能正常的在工作。啊，这个是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机器里面自带的有那个分配器啊，可以进那个洗涤液和那个吹干剂，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哈，长按啊，它会有一个显示，会让你看一下，你能听到声音，你就知道分配器有没有在正常工作啊。减小键是洗涤剂。加大键是吹干剂啊，这是给到客户这边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检。然后另外，这个机器呢，因为它毕竟也有一些配件是属于是损耗啊，主要的损耗来源于哪里？主要的损耗就来源于这个喷淋壁。啊，一般我们建议哈。至少就是看你的清洁的程度，我们会建议每个月啊，或者是每1个星期啊，一般都是这样的频率。我们要把这两个大小臂，我们给它拆下来，然后检查一下这个孔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如果有啊，我们就是用牙签或者是一些尖一点的东西，把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它挑出来。万一有一些东西它卡的比较厉害的，挑不出来该怎么办哈？就是这个反面是有2个塑料孔的，你可以用1块钱的硬币把它挑开，然后拿到你的工作台上面，用水给它冲干净，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在机器上面有一个垫片啊，这个垫片呢，我们机器里面给它配了2个，就是当你这个出现磨损的时候，你可以拆下来自行更换，这是很简单的。然后清洁之后你就放回去啊，锁好。啊，记得这个方向哈，你到时候以方向怎么拆下来的，你就怎么换上去就好了。这个是有方向的啊。上下都是一样。这机器呢，我们配套2种功率啊，一种是220伏7千瓦的，然后另外一种是380伏9千瓦的。啊，两种功率的匹配上面呢，可能在使用上面会有一些差别。就一般的机器我们会告诉客户提前预热。如果你要是选择7千瓦的功率的话，预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如果你要选择9千瓦的功率，预热时间在20分钟以内。啊，它会减少你的预热时间，啊，会节约你的时间。这一块的是我们洗碗机的电控部分，总共有3个部分组成。这个是我们的洗碗机的主板，这个是开关电源，
这里是交流接触器。我们的主板呢，沿用了一体灌风的模式，刷了3防漆，它耐腐蚀、耐潮、耐湿。整体的设计工艺呢是防电、防漏电、防腐蚀、防虫咬，3防。我们的开关电源呢是采用了大功率开关电源，它的好处呢是沿用我给过来的电，它可以自动保护我们的主板。这里是2个交流接触器，是运用发热管上面的热交换来使用的。接下来下面就是我们的电机，我们的主洗水泵是750瓦的，采用美国高达的。我们泵的设计原理呢是纯铜的，然后泵头全部采用的是不锈钢叶轮，耐腐蚀，水压流量更大。漂洗水泵也是纯铜的150瓦的。这里2个是分配器，这个是吹干剂的分配器，这个是清洗剂的分配器。我们的分配器呢，采用的是24伏的无刷电机，也是纯铜电机。它这个是流量，第一个更精准，第二个更耐用。3.0系列哈，它里面选用的部件啊，其实是跟2.0是一样的。在它部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做了专利的漂洗水箱。然后这个水箱呢，我们使用了发泡的外结构啊，它会使得保温的效果会更好。它会在相同的条件下，它的温度上升的更快，因为它保温的时候，它的基数会更高啊。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啊，内部的结构我们使用的是一体成型的冲压水箱啊，它是耐腐蚀，表面做了电解处理啊，它会耐腐蚀更好清洁。然后呢，整体是做了圆润的处理哈，它是没有直角的，它的那个藏污纳垢的效果啊，清洁的效果会更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水箱配套的啊是一个冲压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清洁的更方便。然后内部也是一样，内部里面有一个隔渣的网啊，它会让这个水箱里面的那个渣不会掉到那个水泵里面去啊，做了一个隔渣处理啊，这是三段啊。这台机器跟它使用的大臂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孔位更多，出水量更大啊，它的冲刷的这个力度会更大。你要排水的话啊，也是这样子一拉它就起来了啊，提拉，然后这个滤网可以拉起来。啊，也是这样的，一拿出来就可以了，啊。这个的话，它尾部哈是有一点小处理的，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锥形的。然后你戳的时候一定要戳下去之后插紧啊，排水插紧就可以了。然后滤网清洁干净之后放回去。也是一样的，把碗架放回来。弹簧哈，它是外露的，啊，因为它方便它操作。然后3.0的弹簧它是包在机器里面的，它外面有一个厚板。然后整体的结构呢，我们从外观上你会知道，哎，就是3.0的结构更稳重、更大气一点。随即我们配套的有一个挡水圈，3个耐磨垫圈，分别对应的就是上下臂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黑色的垫圈是上臂的这里，这个位置。一般我们就是看你使用的频率吧，一般我们会建议半年更换一次啊。所以配套我们这里给你的是基本上是1年的啊，让你1年保用的啊。这台机器啊，2.0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净高是400。盘子推进去的时候，整体的高度啊，我们一般会建议380的盘子以内可以进去。然后这边净高是420啊，会比那边高2公分。好，
3.0系列的操作面板跟2.0系列是一样的啊，里面的电控还有操作系统全部都是一致的。机器内置分配器，然后我们会有管接出来，黄色标签，洗涤剂，蓝色标签，吹干剂啊，这个是吹干的。然后我们的管子是内部是接好的，外面的话你直接插到你的药液口就可以了。我们支持大功率定制啊，这台机器支持大功率。基本的配置我们都是建议380、9千瓦。如果像一些北方的地区，它可能冬天会比较冷，我们会有推荐的11、13、15千瓦，可以任意选择。